就会说哇，我终于撑到更年期了，我终于冲到我出头贴了这一支，恭喜你，就不用再花费卫生棉的钱啊。所以今天我假设有很大颗的肌瘤，通常在停经后它都会萎缩，其实停经后它的情绪就会进入一个平稳的状况，就是相对的平稳，甚至是乳癌的病人或者是乳房容易有问题的病人，在荷尔蒙下降对你来说都是一个保护齁。那其实有一些经前症候群会暴躁的女生来说，其实反而是会变更稳定的状况。很多女生都很害怕更年期，就是有点闻之色变，一听到哦我快要停经了，哦这可能是更年期，然后就会开始很紧张很焦虑。其实更年期一定都是坏的嘛？我觉得也不一定啊。其实在临床上来说，就恭喜你，就不用再花费卫生棉的钱啊，这也是一个蛮大的花费。就女生来说，女生会是一个天然的弱势，是因为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比如说会疼痛啊。谁会很喜欢更年期来？今天假设是一个女生，她每次来经痛都痛得要命，那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人啊，包括腺肌症的病人。如果我跟她说，你更年期，她就会说哇，我终于撑到更年期了，我终于冲到我出头贴了这一支。让她每次来月经都很痛啊，量很大，甚至需要去服用药物去抑制荷尔蒙这件事情，那就会让他们很困扰。所以对他们来说，进入更年期是他们人生的得到一个平静。那到底更年期会有什么症状？假设我们原本子宫因为长肌瘤、长腺肌症变得很大的话，其实在没有雌激素的供应下，那记得这些东西都是因为雌激素把它养大的，所以在没有荷尔蒙的状况下，它都会开始慢慢萎缩掉。所以今天我假设有很大颗的肌瘤，通常在停经后它都会萎缩，所以常会有病人问我说，医生问我们因为一定要有很大颗的肌瘤去开刀？不一定哦，其实要看你有没有症状。如果你没有症状的话，其实这颗肌瘤是可以安安稳稳的陪你到更年期，因为它在停经后就会慢慢缩小。那假设你是很多颗小小颗的肌瘤，甚至在停经后，我们在追踪的状况下是会看不到肌瘤，这都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所以病人有些人就是其实撑到更年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或者是有些人会因为每个月月经来的荷尔蒙的变化造成他情绪不稳定，就是月经要来之前心情都会特别差，想要打人啊、水肿这些问题。其实停经后他的情绪就会进入一个平稳的状况，就是相对的平稳。那大家就会说，那到底进更年期需要去做什么处理？其实大家要去想一个问题，有月经开始之前，我们也是从没有月经的小朋友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荷尔蒙的变化这个问题。那其实停经它就是一个过程，我们会从月经很高的状况下、年轻的状况下，慢慢下降所以我都会一直反复的提醒病人说，因为我们女生随着年纪变大，雌激素一定是下降的，变多就是有点像妖怪了。然后如果你今天一直去补充奇怪的东西，造成你荷尔蒙变多，其实是会增加风险的。但在正常周期，我们的荷尔蒙是会慢慢下降的。那其实否一些女生，其实荷尔蒙下降是好处，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会经痛很厉害的病人，会有经前症候群很厉害的病人，甚至是乳癌的病人，或者是乳房容易有问题的病人，在荷尔蒙下降对你来说都是一个保护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惧怕更年期。那反倒来说，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些更年期后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如果你在刚停经的状况下，那你可能会有很多的不适应的现象，譬如说因为你突然没有荷尔蒙了，你可能心情会比较差，情绪会比较低落，常常会忘东忘西，比较容易胖，因为代谢下降。那或者是整个人都神，这个都是正常的。在女生来说，甚至会睡不好，容易失眠，这个都是常出现。那另外常常会出现掉头发，因为雌激素下降了，所以甚至是骨质流失，容易这里酸那里痛啊。那所以反过来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保养的动作，譬如说做一点点的重量训练，去增加你的骨质，或者是去补充一些钙质，去补充一些维他命 D， 去维护你的骨头的健康，让它不要骨质疏松。或者是下一个就是譬如说补充一些维他命 B 群啊，去让你的情绪稳定，这都是蛮好的一些做法。所以当病人告诉我说我停经了，我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通常第一件事情会问他说，你有症状吗？如果你没有症状的话，其实不要太恐惧这件事情。那我说的这些东西是可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去尽量补充的，譬如说我可以补一些小鱼干啊，增加钙质啊，或者是直接喝牛奶去增加钙质，甚至去喝一些豆浆，这些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在日常生活去做食物的补充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如果大家在更年期到来并没有太大的不舒服，那其实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卵巢肿瘤
都消失了，甚至缩小了。这个都是在女生停经后会遇到一些比较好的状况。那当然情绪会更稳定，就是不会有高低啦，就是一直是平的这样子。那其实有一些经前症候群会暴躁的女生来说，其实反而是会变更稳定的状况哈，所以大家不用这么恐惧更年期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变老或者是年纪变大，其实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其实我们要更优雅的去面对它哈，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害怕更年期。我是烘焙摄医师，如果大家对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如果再想进一步的话，也可以来刘教授诊所找我们。那请大家多多分享正确的妇产科知识。